大家好，我是文清。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自己的血压值呢？多少才算是正常的血压值？那多少就算是高血压呢？那不少人呢就常把血压高和高血压病混同起来，认为只要发现血压高就是高血压病。其实它们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概念的。那血压指的是血液在我们人体血管内流动的时候呢，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的一个压力。血压高只是一个症状，不能够算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肾炎甲状腺机制亢进等等这些呢都可能会出现血压升高的现象。临床上呢，我们就称它为继发性的高血压。而高血压病呢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又称之为原发性的高血压，是我们高血压病人的98%以上的。那高血压病呢，它的发病的原因和机制呢，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清楚它。临床上呢，我们就是以动脉血压升高为主要的一个特征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呢，高血压病呢常常会导致心脏、脑部甚至是肾脏等等的问题，这也就是高血压病的一些非常致命的一个威胁了。要想知道呢，我们是否患有这个高血压病，唯一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要测量血压。那么在血压测量报告上呢，就有2个数字，大家知道怎么样去解读这些数字吗？第一个数字指的就是收缩压，就表示我们的心脏跳动时，我们的血液对于动脉壁所施加的一个压力。那第2个数字呢，就是舒张压，就表明呢，当我们的心脏在2次搏动之间静止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液对我们的动脉壁施加的压力有多大。那么通常呢，我们就会比较关注就是这个收缩压也就是第1个数字，因为呢，这个是很多50岁以上患上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主要的危险的因素。收缩压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上升，这是因为我们的大动脉的硬度增加，长期的斑块的累积，还有我们心脏病还有这个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的增加而造成的。然而呢，无论是升高的收缩压或者是升高的舒张压呢，它都可以用来诊断高血压病的。根据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呢，在40到89岁的人群当中呢，收缩压每增加20个毫米汞柱，还有舒张压每增加10个毫米汞柱，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呢就会增加了1倍这么多的。根据美国心脏协会呢，我们的血压可以分为5个类别。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血压。那正常的血压指的就是低于120和80毫米汞柱的血压值。如果说您的血压值是属于在正常的范围，那么要请坚持有利于心脏健康的习惯，例如说均衡的饮食，还有定期的锻炼等等。第2呢，升高的血压血压升高是指我们的血压值呢在120到129收缩压，还有低于80毫米汞柱舒张压的一个范围内。那么如果说你的血压值呢是在这个范围的朋友呢，你就要非常注意了，我们应该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控制这样子的一个血压值，否则这个血压升高的人呢，很可能就会患上高血压病了。再来呢，就是高血压第1期那这个阶段呢，是指血压值呢是在130到139收缩压，或者是80到89舒张压的一个范围内。那在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阶段呢，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做出改变，包括我们要注意饮食，还有加强锻炼。那如果说你也患有那个动脉粥状硬化或者是心血管的疾病的话呢，比如说心脏病或者是中风的风险的话，建议您要定时测量血压，并且要咨询医生。高血压2期呢，是指血压持续维持在140还有90毫米汞柱，或者是更高的范围内。那么在高血压的这个阶段呢，医生通常就会配给降血压药并且呢，患者呢就非常的需要去改变生活方式，来避免这个情况变坏的。
那么能够变坏的情况也是怎么样呢？那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是属于危险的高血压范围了。那么这个阶段的高血压呢，它就必须要就医了啊。如果说你的血压值突然间超过180跟120毫米汞柱的话呢，请你可能在5分钟过后再一次测量你的血压。那如果说5分钟过后的测量再一次发现你的血压值还是很高的话呢，就请马上要就医。那如果说你的血压高于180、120毫米汞柱，并且出现可能的一些器官损伤的迹象，比如说有胸痛啊，或者是气喘或者是你的背很痛，甚至是觉得很弱视力模糊，或者是说话困难等等这样子的现象的话，就一定要马上送医院了。我们定期自己测量血压是及早发现高血压的最有效还有最简便的一个方法。那么高血压病呢，是越早发现越早控制，那么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呢就会越少的。那很多原发性的高血压患者呢，他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些症状，通常呢是在偶然的一个检查血压后才会被发现说，我的血压高了所以我们定期测量血压是很重要的。我会建议说，每3个月最少要进行一次的检测。那即使是我们家中没有这个血压计的话也没关系，因为现在很多药店呢都可以帮我们免费的测量血压的。如果说您的这个血压值不在正常的范围，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就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要劳逸结合首先呢，我们要记得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那么睡觉前呢，就尽量的避免进行一些很激烈的一些体力或者是脑力活动。那么我们休息好的话呢，就可以使到我们的血压平稳能够帮助降低血压。所以呢，我们就千万不要过度的劳累。那么再来呢，我们要经常的运动，要保持适当的体重。那么减重或者是我们要避免发胖呢，是一个能够使到我们的血压稳定，而且能够使到血压下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来的。还有呢，就是要奉行4低的原则我们就是要戒烟、戒酒、低盐还有低脂。那么吸烟和喝酒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心率加快，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导致血压升高。那么如果我们食用过量的盐呢，就会使到我们人体的那个渗透压增加，那会造成我们的血压的增高。所以我们在日常当中呢，一定要记得控制好盐的摄入。摄入过多的脂肪呢，也会造成我们血管内部有脂肪还有蛋白质过剩的问题，能够使到我们的血压升高所以高血压患者呢，一定要奉行就是低脂的饮食。那么在饮食上呢，我们每天要注意就是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多吃富含维他命 C 还有维他命 A 的新鲜蔬菜水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摄取富含抗氧化剂的营养补充品，例如摄取富含多酚还有多种抗氧化物的葡萄籽萃取，来帮助提高身体的抗氧化能力，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那么自由基呢，会导致胆固醇氧化，特别是坏胆固醇那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LDL， 它会使到我们的动脉壁上的脂肪斑块的累积，最终呢就会减慢或者是阻止血液流向心脏。那么动脉粥状硬化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因此呢，抗氧化剂就能够帮助改善血液的问题。Omni Grapsy Plus 是葡萄籽加强复方，它们含有5大抗氧化的成分，就包括了专利的 Oxyphytate 葡萄籽萃取，那荣获美国 FDA 金牌 GRAS 奖，是最高等级的抗氧化配方，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去除多余的自由基。那葡萄籽内呢，就含有一种被称为原花青素的强力抗氧化剂，那么它的抗自由基作用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血管，能够帮助我们软化血管，减缓动脉硬化，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好处的。那除此之外呢， Frutarom 的红葡萄叶萃取呢，就富含多酚、花青素还有白藜芦醇等成分，对于静脉曲张有着疏解的一个效果。卡姆果萃取的维他命 C 含量呢，就比柠檬多出100倍，是属于世界上最高维生素 C 含量的食物之一。
而巴西莓萃取呢是食用莓类中含有最高 ORAC 值的，那么它的抗氧化能力呢比红葡萄素还要多出12倍，那么它含有的这个多酚呢是比红酒还要多出30倍的，所以它能够很有效的去协助去除自由基，减少我们体内的那个 LDL 胆固醇的指数。那么专利 Lyconate 茄红素里面的抗氧化功能也是非常棒的，它能够帮助保护我们心血管的健康。除此之外呢，它也有保护攝護腺，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的一个功能。总的来说呢，要有健康的血压值 ，Omni Gracie Plus 是您更好的选择。